大家好，不知您是否吃过无菜单料理哈？今天就来做个无菜单种植啊，把夏日可以简单种植的作物呢，先行上菜哈。开始今天的第一道菜呢，既然称之为无菜单种植哈，总是得等到端出来才会知道哈。前方看似杂草丛生啊，其实呢，内部撒了不少的菜籽啊。在开始进行今天的挖苗移植的同时呢，先来分享一下前几天发现的篱笆种法。这若是远远的看呢，会误以为是七里香不过这是树兰花的味道非常好闻很像淡雅的香水味最特别的是呢，这用的大花盆做成了篱笆可惜呢，刚好没有遇见主人因为曾经在不同的地方呢看过树兰但是就是没有看到种子不然呢就可以问一下它的繁殖方式这样的移植过程呢，像不像神农氏在尝百草今天要种的几样菜呢，其实以前已经都上传过影片了。不过呢，当摸熟了菜的特性种法就可以针对环境进行调整了。一般玉米与玉米笋种植时呢，会直接原地播种先行育苗的原因呢，只是觉得可以偷一点时间加上移植存活率很高会更好安排而玉米与玉米笋的种植方式是一样的只不过呢，玉米需要生长的时间比较久了，也比较吃肥力因为考量到纯靠地力所以之前都只种呢玉米笋今天种玉米的原因呢，是觉得可以来测试一下地力的测试一下目前的地力呢，是否有办法承受玉米呢自然生长的。而玉米植株的间距呢，建议是30公分也因为玉米很吃肥，也很吃水才选择在这个种完结头菜之后的位置呢，继续种先将2排凹槽的土堆在中间的原因呢，是日后得反向覆土较高的位置呢，日后反而变成浇水的凹槽由于是采用不施肥，我的自然农法种植配合着接下来会有几天的降雨拉高地力的方式呢，就是让蚯蚓往溪地上跑反正就是尽力让土壤肥力提升外呢，减少日后长草清理的时间也很重要可以做的配置调整呢，就尽量先做好不然不用药呢，光除草这件事情就很花时间而为了让蚯蚓或微生物有舒服一点的生活环境大瓶拿来覆盖土表除了保湿之外呢，也可避免日后土表温度过高这算是自然农法的不除草的折中办法大瓶覆盖下呢，下方会产生非常多的盐分这已经验证过了覆盖的时候呢，记得将根朝上颠倒的方式摆不然呢，大瓶在湿黏的土壤处会有继续生长的现象虽然天气变化很大但是有发现风向变了吗？大瓶已经从南边飘往北边了这样铺设完呢，除了有特殊风味外呢，也算是物尽其用对于还没有看过大瓶实验的新观众朋友呢，就只需把大瓶看成是增加腐殖质或是有机质的用途接着在端出第2道菜之前呢，顺道来提供一个土壤容易过于湿黏的解决方案左侧呢容易出现积水的现象呢，此时在右侧呢再多挖出一条沟但不需要过深只需跟最右侧再做个区隔来增加土表的表面积这样呢就可以减缓土壤湿黏的状况有些作物呢，比如豆科植物虽然喜欢日照开花结果时呢，
也相对需要比较多的水啊。在一侧多开出一条沟的好处呢，除了更容易干湿分明哈，这种方式呢，若是一旁还有空间种植呢，就可以让作物一起共生啊，也不用担心呢不同作物间的湿度要求不同哈。现在正在种的是长江豆啦，冬天时呢也在此处做了测试哈，用掉了5颗种子呢，还剩下5颗种子可以先行种植啦。因为采用慢淹的方式哈，田间又是利息作谷哈，以至于呢这原来铺有水泥的排水口呢，只有在大量积水时呢才能派上用场啦。对于比较潮湿的位置呢，建议将土壤垫高哈，还是可以解决过湿的问题啊。因为日后豆子需要比较多的水了，那就把受限制的种植环境呢，再拿来利用哈。反正能用则用哈，省事就好了。上方生长的则是断根后的川七哈，它的藤蔓很粗壮啊，就保留它的剩余价值哈，留给长江豆攀爬了，刚好省去拉绳的麻烦了。接着来上第3道菜了哈，这位置之前呢，冬天种的是粉圆豆啦，下方的设置呢就不多说了哈。看到土壤现在的状况呢，有兴趣的观众朋友哈，再自行回头去看就好。不过呢，若是家庭种植，又是空间比较大呢，一块一块溪地进行养土哈，日后若能进入独立自主营运呢，土壤养好后呢，种起来就会越来越轻松啊。个人前1年的种法呢，除了尝试与养土之外哈，也陆续让设施定型下来了，这样日后要种呢，就可以非常快速哈。不过呢，有些作物呢，对于环境位置要求比较多了，在尝试过程中呢，就可以不断的顺道进行测试哈。因为今天种植的时间很赶哈，所以下方的草呢，就先不拔除了啦。此处是双排种植哈，内部沟槽挖起的土壤呢，结构是非常好啦。直接把沟槽挖得更深的目的呢，就是日后不想人工浇水了哈，继续把慢淹效果呢拿来使用啦。所以呢，简单整理完呢，就直接先种了。至于杂草呢，等天气好一点哈，再来清除就好。种得很赶的原因呢，除了天气预报哈，接下来要连下好几天的雨了。这些四季豆幼苗呢，已经开始缠绕打结了哈，实在是拖了过多的时间了啦。再不处理呢，很快就要开花结果了。有个重要的土壤成效呢，还是让大家看一下好了。挖掘的过程呢，实在有非常多的蚯蚓哈，而把种植处呢再垫高的好处啊，遇到降雨时呢，可让蚯蚓往上爬。至于这沟槽呢，只要再开一个口哈，慢淹时呢，水就可以自动流进来了。由于这棚架没有攀绳或拉网哈，为了让四季豆可以爬高一点，才靠彼此的枝蔓呢互相扶持缠绕哈，所以呢又做了一个尝试哈，将底茎处的侧蔓呢全部修剪掉，只留下主蔓了。一般有提供网子往上攀爬呢，是不会这样做了。而选择这样做呢，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哈，除了避免四季豆豆荚长得太低之外呢，打算把主茎处养得更粗壮哈，来储存更多的能量。这样做的原因呢，在一些瓜果类作物非常常见啊，比如百香果啊、丝瓜、冬瓜也都是这样处理哈。既然同为藤蔓类呢，就来尝试看看哈。底茎养状的好处呢，据经验是可以支撑更多的果实外呢，果实也会比较清甜好吃啦。加上这是靠大自然的神奇力量生长哈，这算是另类尝试外呢，也是唯一可以再给予的帮助了。最后来看一下哈，地瓜叶懒人扦插法的现况。
从一旁的杂草呢，就可以知道采用放养的方式了。这已经开始长出新叶了哈，日后就可以分批进行采收了。再做一次修剪呢，将老叶剔除时呢，顺道把杂草清理哈，就可以不断的进行采收了。谢谢收看。